欢迎回来。我们常说，中美竞争的架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而竞争呢，人才是关键的。在谈人才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的统计，跟财富有关的，是彭博亿万富豪的这个指数啊。最新的指数显示，全球前500大富豪在2025年财富成长达到2.2兆美元，总资产呢，攀升到11.9兆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当然，这个细究原因啊，主要是受惠于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的政策利多，以及人工智慧热潮持续推升科技巨头的股价。比如说，像甲骨文的董事长 Larry Ellison 呢，他还有包括像是谁呢 ？Elon Musk， 总共有8位超级富豪，他们就将近包办了近1/4的总增幅。而彭博也指出，其实赚钱的不只是这些科技大亨啊，包括川普本人，还有他的家族。他们的家族财富在15个月内激增大约70%，总净值达到68亿美元，年增了2.82亿美元。那像川普呢，包括大家知道2025他推出了包括像是自己命名的迷因币，然后呢创立了加密货币平台，以及呢持有川普媒体集团股份。这真的是很会投资，而且是多元的投资组合啊。所以 Ross 川普真的很会赚钱啊，也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当美国总统蛮好的，因为可以赚很大。家族的确是2025年赚很多钱，对，他们但是川普会说，我没有加入任何这个家族企业的决定，都是交给儿子来经营。国会在两院参议院、众议院在共和党手下的话，他们也不会调查。那所以对于这个川普来讲，赚的不是我，可是是我家人，那不就是一起的吗？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后果，所以他们像投资什么，不管是虚拟货币，我最近他们也投资一个核能公司，所以他们真的是扩大他们的这个版图啊，各式各业。但是真的目前是没有什么后果，所以为什么不做？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，其实你会发现他好像是一个多角化经营啊。他除了做美国总统以外，他还可以多元投资。然后用政策上面的利多，他会说不是我，是我儿子，不是我。当然他会说我是100%专注做总统，我没有加入任何企业的家族企业的决定了。但是明眼人看不都一目了然吗？这有的时候其实像包括说他先前到现在为止都一直不断提到，他要祭出关税，那也不过。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外，也让他的财富再次伟大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但是我刚刚说了一个重点，没有什么后果，真的没有后果，国会不会调查。那如果其中选举的话，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控两院的话，那他任期剩下2年也不会有什么调查。那万一民主党拿下众议院的话，那他们一定会展开调查，但是司法部也不会做什么，所以其实川普他这方面非常聪明，他知道完全不会有后果，所以就找机会赚钱。好，我最后想请教你啊，因为2026其实是一个对川普来讲是一个关键的选举年，好，你怎么看在新的一年2026，他跟这些科技大亨之间的互动？会继续有这个算是很正面的互动。那到时候，不管是今年5月、7、8月份的时候，那当然，川普和共和党会向他们要钱，这一定的，因为其中选举经费是庞大了，所以这些人呢，因为川普的政策，其实他们也有赚不少。你刚刚说的，他们不管是股票或者是松绑相关法规。川普政府的确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好，而且其实这些人都是非常 surprise， 因为本来他们大部分不是全部，但是大部分是比较亲民主党、亲拜登或 Kamala Harris。后来川普上任，他对科技业是非常非常友善，
最打的时候一定会有回馈啊，他们会捐很多钱，今年会捐很多钱给共和党。你点到重点了，就是在选举年，选举都很花钱的。那川普就会跟这些科技大人讲说，你们这些财富不都是我创造出来的，所以你们总得意思意思，拿出一些来帮助我选举啊。另外讲到科技啊，我继续想请教这个黄老师，川普政府他们最近宣布说要成立一个美国科技部队啊，叫做 United States Tech Force。美国新闻网站 Business Insider 他们就透露说，这个计划预计要招募大约有1000名的软体工程师，还有资讯科学家相关的科技人才，作为第一批参与的精英。而录取者呢会被派到各个政府机构。CNBC 也透露说，目前已经有大约20家科技巨头啊同意参与，其中还包括了像是 Amazon 啊、Apple、Google、Dell、Microsoft， 还有 NVIDIA、OpenAI， 这些都是叫得出来，还有 Oracle 这些大公司。好，那美国在搞说科技部队，而且呢是说号称20家科技的这些巨头当做他们的后盾啊。那黄老师，因为您是这个在日本东北大学拿到博士，然后你觉得美国、中国大陆、台湾这些科技人才在养成上面有特别不同的地方在哪吗 ？OK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哦，因为他们这些已经不算是招聘的，已经不算是单纯只是被训练出来的科技人，他们是已经养成完甚至即战力的一个人才，然后把它透过这样的方式集中到各政府里面去做，可能做一些决策啊、咨询的顾问等等。那这个从教育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式。我怎么说呢？像一个以开发国家，可能大部分在高等教育上走的是纽曼式的教育形式，它要你是一个开创性的完人，然后可以有独立思考能力。但在开发中国家，大部分会采用的是红宝式的教育形式，也就是我国家级政策型，现在哪个重要，我们需要什么，全部都灌进去。就像在台湾早期会先成立电机科要做大电啊，可能土木营建科要盖房子做基础建，类似这样的红宝式的教育。那美国其实是已经开发国家非常久了，他们已经有非常成熟的体制，所以都非常鼓励学生自我的探索、自我的去学习。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走下去，没有办法去集中的时候，其实你在科技竞争上可能会输给他的假想敌中国，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以红宝式教育不断在往前冲的一个国家。那美国这样的做法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我也很欣赏。我怎么说呢？就是他用一个红宝式的培育出来的人才，要用纽曼式培育出来的人才，但做红宝式的一个推进方式，还蛮期待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火花。所以中美两强未来他们势必要在科技上做竞争啊。那科技我们知道，刚刚特别提到人才是关键，所以在养成科技背景的人才方面，这两个部分您怎么看？这两个大国走红宝式可以很快的接近台积电的水准，但走纽曼式它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，但它也有机会做出一个突破性的人才培育。这个其实还蛮关乎整个国家到底想发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，未来整个走向怎么去做，在科技人才上的培育才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定锚。OK， 好。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啊，这个除了比拼科技之外呢，现在我们先前也提过，像包括稀土也好，还有包括原料药也好啊，那这跟药界有关啊。白宫在2025年12月初，他们宣布呢，跟9家大型制药公司达成一个协议，要降低民众的处方药的价格，其中包括了像安静啊、必治妥施贵宝，还有呢百灵、佳音、格汉以及基因泰克等等的制药公司。而根据路透社2025 12月31号取得这些医疗保健研究公司啊，叫做 Three Axis Advisors， 他们所独家提供的数据显示，美国制药厂在2026年大约有350种的药物会涨价，比起2025年增加了100种，涨价幅度呢中位数大约是4%啊，跟2025年的水准是持平的。所以大型药厂在新的一年跟美国之间啊，特别在政府方面的互动会是如何？马老师怎么看？我想这个药这样东西在各国现在看起来都被当成是一种战略产业，因为这个药品关系到这个人民的健康之外，其实它在战争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大的用途啊，所以药品大概就不太能够在这个政府的管控之外。
但是在这过程里面，因为美国的药商它占整个美国 GDP 的贡献大概是1.6%到3%之间，不然有的时候会浮动。但是这个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药商在美国它的产值有多大。那当它很大的时候，它就是很强的利益团体。或者压力团体，它就可以对国会来施压，因为美国的行政权上控制了几个东西，一个是 FDA， 就是要这个食药署，然后另外一个是 HHS， 就是卫生公共部。那这些东西其实它就决定了药能不能上市，或能不能使用，或能不能被政府采购。那所以这个通常药商就是跟美国政府之间，它都会透过国会施压的方式，让它的药价能够维持比较高档的水准。